上一次我们对比了小鹏 P7 加和小米速7，那有的人就说两台车的定位不同，无法比较。OK， 既然如此，这次我们就带来了定位相同、定价也差不多的两台车：21.98万的小鹏 P7 702长续航 Ultra 版和21.59万小米速7后驱标准长续航版。作为20万元价位炙手可热的两台明星，这次双七对比，看看你更 pick 哪一个吧。首先，外观方面，虽然说每个人喜欢的类型都不同，但他们的定位都是主打运动。可是对于运动这个概念，两台车的呈现方式却是不一样的。小鹏新 P7 这次采用了全新的设计语言，相比于现在市面上的很多车，全新的小鹏 P7 算是相当有辨识度了。首先就是 X 型的日间行车灯，虽然灯条很细长，但还是配有5种模式的动态灯语。A 柱的线条一直延伸到前机盖，在侧面看起来也很有肌肉感。以及镶嵌在车身的纯平常亮 logo， 降低风阻的同时带来了高级的科技感。隐藏的毫米波雷达，再加上下方悬浮的车牌架和隐藏式的进气格栅，45度看起来显得这台车非常的科幻。再加上超宽车身带来的这种俯冲感，会有一种未来座驾的感觉。如果你是喜欢科幻风的车主，那这台车的前脸我觉得你会非常的喜欢。而且对于这种纯原创的设计来说，一定要给一个大大的赞。接着是小米速7，速7的外观其实也非常的好看，相信很多人选择速7，颜值也是占了很大一部分。低趴的轿跑风格，合适的车身比例。来到侧面，两台车同样的无边框车门，隐藏式的门把手，流畅的车身线条，但不同的是在侧面，小鹏 P7 搭配空悬，车身可以正负50毫米的高度调节，再加上宽体，整体看上去很战斗，很简洁。速7的侧面同样很流畅简洁，充满运动感。但不同的是，小鹏 P7 标配就是20寸和前245毫米，后275毫米的鸳鸯胎，而小米是19寸，上20寸的话还要加价8000元。尾部美学方面，两台车的差距也很大。不得不说，我个人真的蛮喜欢小鹏 P7 的尾部设计，与前脸呼应的尾灯线条，再加上这个电动尾翼，真的是一个字帅。虽然两台车都是溜背造型，但一个是掀背尾门，一个是传统尾门。而在容积方面，P7 常规后备箱容积575升，也可拓展到1929升，开口角度很大。而速7作为运动车型，为了照顾驾驶感受，所以它的空间就没有那么大。两台车都配备了前备箱，P7 的前备箱空间56升，速7达到了105升。但全新小鹏 P7 具备车外语音功能。你好，小 P， 在呢。打开前备箱。前备箱解锁了，请手动操作哦。而且很多日常的场景，如开合后备箱，甚至泊出泊入，都能一句话搞定，非常方便。OK， 那看完这两台车的外观对比，你更喜欢哪个呢？投个票吧。进入车内，两款车都采用了 T 字形对称式布局和大量软性材质，但风格差异明显。相比于速7的运动，感觉小鹏 P7 是属于简约科技风，而且两台车在细节上还是有很多不同的。首先就是这个屏幕。你好，小 P。这次小鹏 P7 用上了3轴灵动屏，会点头，会说话，而且如果你感觉角度不合适的话，你甚至可以把它掰到任何你想要的位置。一个人开车的时候，这个功能真的是很实用了。两台车的软件适配度都很高，如果你是一个小米用户，家里用的也是小米家居的话，那速7的车家互联功能会让你非常方便。两台车也都用上了8295的芯片，但 P7 这次还多加了一颗图灵芯片。小鹏这次是标配3颗图灵芯片的，2颗用在辅助驾驶上，还有1颗就放在车机里，所以在智能化方面，小鹏更优秀一些。用料方面，两台车都用了大量的软质和翻毛皮材质包裹，甚至方向盘的样式都很像。不同的是，小鹏 P7 的方向盘做成了方形，但左右上下的厚度是不同的，这样的设计也完全是为了驾控。包括皮质的包裹，摸起来手感也很好。座椅方面，小鹏 P7 有了很大的升级，全系标配 Nappa 加 Dinamica 的一体式运动座椅，坐起来很柔软厚实，摸起来手感也很好。而且两侧用于包裹的单独的气缸能带来很强的支撑性，能让我们在驾驶这台车的时候更有信心。重点是 P7 最低配车型前排座椅也是带推脱和按摩的，当然速7的座椅也同样很符合人体的工程力学，不过要上真皮座椅的话要加8000哦。
后排的乘坐感受，两台车不管是坐感还是坐垫长度做的还都很不错。腿部空间的话，我们用卷尺给大家带来更直观的感受。当然还有一点是我觉得 P7 更好的地方，就是 P7 用了23扬声器的喇叭，而速7想要这样的效果，也可以加6000元选装。而且 P7 标配了87英寸的追光全景 AR HUD， 实测下来，这个 AR HUD 不管是在信息的丰富程度还是清晰度方面都很不错，而且导航等信息也会实时的贴在路面上，非常的方便。当然速7也有这样的配置，不过要顶配 Max 版才有。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点，就是 P7 在侧门处多了一个 TouchPad 智慧触控按键，可以自定义你想要的功能。那像这样的按键，我的建议是多来几个。在配置方面 ，P7 可以说是直接拉满。那现在我们把两台车开起来，看看在驾驶方面有什么不同吧。底盘硬件上，两车都采用前双叉臂加后5连杆的独立悬架结构。其实这样的配置在同级别里已经属于高端配置了。但差异在于 ，P7 全系标配了双腔空气悬架和可变阻尼减震器，而小米速7采用的是单腔空气弹簧。这种硬件差异直接体现在驾驶感受上。小鹏 P7 的底盘调教明显偏向于舒适优先，过减速带时的颠簸被过滤得更为彻底。车身姿态控制平稳，中置电驱布局带来了更均衡的前后配重，转向精准度高，即使在连续弯道中也能保持稳定轨迹。刹车和起步时的俯仰幅度明显小于同级车型，276马力的后置电机也能让这台车日常超车轻松利落，但不会给人过于激进的推背感。小米速7则展现出更纯粹的运动机遇，299马力的后置电机让其0百加速仅需5.28秒。身踩电门时推背感更为强烈，底盘反馈更为直接，路感清晰。过弯时侧倾控制出色，但牺牲了部分滤震舒适性，过碎石路时会感受到更多的震动。当然 P7 虽说是舒适优先，但是打开它的运动模式后，电门的反馈和整体风格的变化，也能让你在日常开车中感受到驾驶乐趣。而且我要再说一次 ，P7 这台车的侧面真的很帅，当然速7也很好看啦。接着就是智能驾驶辅助了。其实从两台车的参数就能看出差异了。当然，我们也实际测试了两台车在高快和城区的试驾表现。总体来说，两台车都完成得很不错。小鹏辅助驾驶的口碑一直都非常的好，相比速7标准版只有84 TOPS 的单芯片，这次 P7 标配了3颗图灵芯片，算力达到了2250 TOPS。全场景智能驾驶辅助也是标配，而且还有 VLA 和 VLM 的大模型，让这台 P7 有了更聪明的逻辑和更强的学习能力。像是我们之前试驾过的道路，对于 P7 来说甚至算不上考验。当然，速7的智驾其实也一直在有 OTA 更新，但如果想在这方面超过 P7 的话，可能要等下一次换代了。最后，我们来聊一下补能方面。两台车的续航，一个是702公里，一个是700公里，但 P7 这次全系搭载了5C 超充电池和800伏的高压平台，实测10%到80%补能时间仅为12分钟，速7标准版只有400伏平台。10%到80%补能时间需要30分钟。如果你想要速7的800伏，就只能购买高配车型了。能耗方面呢，两台车的表现都还不错。而在续航达成率方面，广大网友早已经把小鹏汽车的续航放在了金字塔尖的位置。P7 和速7这次都是主打运动的车型，差不多的尺寸，差不多的续航，差不多的售价，但有着完全不同的风格设计和细节差异。详细到配置，小鹏 P7 标配的图灵芯片带来了更聪明的交互体验和更安心全面的辅助驾驶能力。标配的双腔空悬和可变阻尼减震器在带来运动的同时，也能满足你对驾驶舒适的要求。再加上3轴联动屏、87英寸 AR HUD 等提升科技感和续航长、充电快的3电特性，让这台小鹏 P7 充满竞争力。哦，对了，相比于速7，全新小鹏 P7 交付时间会快很多哦。最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两台车的差异情况吧。可以看得出，这两台车就是直接的竞争对手。那如果你手里拿着20多万的预算，会选择哪一台呢？评论区里告诉我吧。